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自从我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，我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就有些微妙的不和。怀孕后，婆婆总是试图说服我去那些不起眼的小诊所探知孩子的性别，但每次我都坚定地拒绝了她的提议。这种行为不仅违法，而且我知道她内心深处只盼望能有个男孙。如果孩子是女孩，婆婆恐怕会不择手段地让我放弃这个孩子。我猜想，婆婆这次的举动可能是为了堵住邻里间那些好事者的嘴。如我所料，当消息传出，婆婆公平对待，为我和小姑都预定了相同的月子房。小区居民都对婆婆赞不绝口，他们称赞她心地善良，对待我这个儿媳妇如同己出。甚至有人说，我能拥有这样的好婆婆，真是莫大的福气。因为这件事，婆婆在社区里赢得了不少好评。在婆婆预定月子房的那天，我和小姑因为好奇，就一同前往月子中心参观。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夸耀说他们的月子房在镇上环境和服务都是一流的，当然价格也不菲。他们还说，这样的月子房十分抢手，想订都不一定能订到。在他们的恭维声中，我环顾四周，对房间的环境和服务基本满意。以我家的条件，要找到比这更好的月子房并非难事，但既然这次是婆婆主动提出，且我和小姑的待遇相同，我也就没有拒绝的理由。参观结束后，我打电话给母亲，让她退掉之前在市里为我预定的那套高档月子房。母亲对此感到十分惊讶，不禁问我婆婆是不是突然转性了。虽然满心疑惑，但母亲还是照我说的做了。怀孕后，我并没有娇气到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一直在公司工作到怀孕6个月才开始休产假，离预产期还有1个月时，我打算再次去参观婆婆为我预定的月子房。然而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小姑已经在1个月前就入住了。于是，我也打算收拾行李，搬进我的月子房。可是，当我拎着行李来到前台咨询时，接待员却告诉我，那个月子房已经有人入住了，而且他们透露，婆婆当初预定时其实只订了1间房，那就是说，婆婆只给小姑订了房，而我则完全被忘记了。我瞬间就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。感情我婆婆原本说的一视同仁，都订同一类月子房，是在挂羊头卖狗肉。明面上说出去是嫂子小姑子一视同仁，结果背地里却是区别对待。小姑子住上了高级月子房，而我却是连月子房都没有。我气冲冲地想要去找婆婆理论，结果发现小姑子和我老公也在。我生气地质问婆婆，你不是自己说的一视同仁吗？为什么我今天去月子中心的时候，那里的人却说你根本就没订我的房间？婆婆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找了上门，一瞬间就有点慌张。她理直气壮地说，你也不是不知道那1间房多贵，我哪来那么多的钱？我肯定先顾着我的宝贝女儿啊。我觉得好笑。那你当初就不要说什么一视同仁，就不要对外面说给我们俩都订同样的房间，又想当婊子，又想立牌坊，你想的倒是挺美。小姑子听到我的话，帮着婆婆指责我说，嫂子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这么贵的一套房，你怎么能让我妈来帮你订呢？妈赚钱有多辛苦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说出去你不要脸吗？我觉得无语。我为什么会因为这件事感到不要脸？当初不是我求着你妈去给我订这套房的，是你妈自己说的。怎么
自己说出来的话做不到，现在还要指责其他人。你看你说的这样子，心疼你妈的钱，你把你自己说的这么孝顺，你怎么不把你现在住的房间退了？这不是更好吗？我知道小姑子这自私的本质，是不可能舍得把这套房给退了的。果然她对我的建议避而不谈，只是嘟囔说，这是我妈担心我辛苦给我定的，我凭什么不要？看到我一直揪着这件事不放，婆婆开始冲我老公哭嚷，她冲我老公喊，你看看你找的好老婆，现在就敢这么对我，以后都不知道会怎么虐待我，你还不快点教训一下她，不然她眼里就没有我这个婆婆了。听到婆婆的话，我老公梁威皱着眉看我，指责道，林依璇，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？我妈给不给你订房间是她的事，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妈？你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长辈的，你现在给我妈道歉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，不然这件事没完，你就自己回你家去，不然我家可伺候不起你。婆婆林翠生听到梁威护着她，底气也更足了。林翠生一脸得意地看着我，好像拿定了我一定会向他们妥协。林翠生嘴里还嘟囔着，谁知道你怀的是不是个女娃？一个女娃还要指望我给你花钱，真的是做梦。女娃生下来就是个浪费钱的，哪有小孙孙来得好？瞧这话说的，整得跟她自己不是个女的一样。我看着站在我对面的那一家人，心中难免还是生出了一丝难过，但是很快我就自我和解了。在这整件事中，我哪里有做错？我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与其内耗自己，不如责怪他人。既然他们选择这样让我不好过，那都别指望能好过了。我挺着个大肚子，对他们说，好啊，你们现在这整的变成我是这个恶人了，这个月子房我也不稀罕，谁爱住谁去住。还有梁威，我们离婚。我说完就要往外走，梁威没想到我会因为一间月子房而向他提出离婚，在听到我的话后，就想要来拦住我，结果被林翠生先一步给阻止了。林翠生不屑地说，你急什么？他就是威胁你而已，他现在自己都大着个肚子，怎么可能真的和你离婚？他不怕别人说闲话吗？一边的小姑子也附和道，是啊哥，现在也需要让他长点记性了，真以为自己怀孕了就是个祖宗了。我们闹的动静很大，我出门的时候已经有不少邻居在楼道里围观，看到我出来，他们都对着里面指指点点，啧啧啧。真的没想到林翠生是这样的人，在外面说的好听，明里一套，背地里又一套。我也没想过梁威能追上来拦住我，毕竟结婚之后，我已经了解了他妈宝男的本质了。他在结婚之前伪装得很好，到结婚后就本质暴露了。结婚2年，我对梁威的感情早就被他自己给消磨掉了。我原本就想着要离婚，只是因为孩子才停了这个念头。现在正好，我连夜收拾东西回到我家去，然后联系了我妈，让她帮我重新订回原本的月子房。那套房本来就价高，所以到现在也还是没有人预定。我妈来接我的时候，一边心疼地看着我，一边生气地骂梁威家真的不是东西。我爸在一边开车，一边问我要不要帮我找离婚律师。我在一边安慰着我妈，一边让我爸把离婚这件事先搁置一下。毕竟现在法律规定，孕妇怀孕的时候还不能够离婚，所以我打算到生完孩子后再和梁威正式离婚。至于生下来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无所谓，只要不长歪，让我省点心就好。如果是个女娃娃就更好了，暖暖的小棉袄。在接下来待产的日子里，我就安心养胎。后来我顺利生产，生下来的是个男孩，
宝宝被护师简单清理后，就放在了我的枕边。我看着那张皱巴巴、红彤彤的小脸，想着这也行吧，希望能好好长大，不要走歪路。刚生产完没多久，我就住进了月子房，每天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恢复得很快。我调理好身体，准备正式和梁威提出离婚，但是我没想到他们能够这么不要脸。林翠生不知道是从哪听到我这次生了个男孩，一直在小区里宣传，说自己有孙子了。我觉得好笑，我都要和梁威离婚了，他还哪来的小孙子？我刚收到律师帮我起草的离婚协议书，林翠生就带着梁威上门来了。梁威给月子中心的人看了我们两个之前的结婚照，月子中心的人以为我们真的是夫妻，就让梁威他们进来了。林翠生一进来就笑得见牙不见眼地，大声说：“我的乖孙呢？快把他抱出来给我看看，我可是他奶奶。”我看着他们，冷淡地说：“来了正好，把这份离婚协议给我签了。”林翠生和梁威听到我的话一愣，然后梁威皱着眉看我，不耐烦地道：“林一璇，你又想做什么妖？我妈都不计前嫌过来看你了，你就一定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吗？你就不能懂点事吗？真的很好笑。”现在梁威这话整得跟是我在无理取闹一样。我嘲弄着说：“当初你妈区别对待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你妈作妖呢？而且在当初我离开的时候，我就说过我会跟你离婚的。你这么多天了都没来找我，现在我生了个儿子，你和你妈就跟狗一样，闻着味道就来了，好笑不好笑？”听到我的嘲讽，梁婉和林翠生脸色难看，我不顾他们的神色，继续说：“如果我生的是个女孩，你们恐怕早就答应签这个离婚协议了吧？可是林翠生，你别忘了，你自己也是个女的，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性别，你还能再有什么出息？”我知道我和林翠生的矛盾点在哪，无非就是林翠生重男轻女，认为女的始终比不上男的。他其实对自己的女儿也不好，但是比对我要好一点。而且林翠生女儿已经被他的封建思想给查毒了，认为他的想法是对的。可是别忘了，林翠生最爱的宝贝儿子现在的工作都是我帮忙找到的。开始的林翠生和梁威很能伪装，在我正式和梁威结婚后，林翠生和梁威的本质就逐渐暴露了。我之前能够忍受林翠生和梁威的这些劣等品质，无非就是因为当时我还对梁威有一种新鲜感，也觉得这样比较有趣。但是现在的新鲜感退了，我巴不得能快点摆脱他们。听到我的话，林翠生气急，他抖着手指着我，大声喊道：“你听听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”我不屑地说：“我只把尊重自己的人把放在眼里，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性别，还求什么让别人尊重你？开口闭口就是要别人尊重的，不是自卑就是自大。”听到我的嘲讽，林翠生更生气了，他扯着梁威的手，要他给我点颜色看看。梁威很听林翠生的话，扬手就要给我一巴掌，结果巴掌还没落下，就被刚好赶到的我爸给拦住了。我爸气愤地说：“梁威，我当初把我女儿交给你，可不是让你听你妈让她怀着6个月的肚子自己一个出门，还听你妈的打我女儿的。我家这么宝贝的一个女儿，到了你家就被那样子对待。我女儿也不是一定要挂在你家这棵歪脖子树上。你们现在签了这个离婚协议，到时候还能好聚好散，不然真闹太僵了，出丑的可不是我们家。”梁威还想要反驳我爸，结果被林翠生拉到了一边去。他们两个在一边嘀咕商量了一下，然后林翠生说：“行，
这离婚协议我们可以签，但是我们有个条件。笑死我了，他们两个竟然还有脸谈条件。我正想说他们真不要脸，但是我话还没说出来，林翠生就抢先一步把他们的离婚条件说了出来。林翠生说，离婚可以，但是孩子要归我们家。听听他们这是做的什么美梦呢？我辛辛苦苦10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，怎么可能交给林翠生和梁威抚养？而且要是真的给他们抚养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被他们急养歪。我马上就拒绝了他们的离婚要求。林翠生听到我的拒绝，立刻就变了脸色。他理直气壮地说，这个孩子是我们家的种，凭什么不是我家来养？我好笑道，你家的种？你家为这个孩子出过1分钱吗？你儿子不过就是贡献了一颗小蝌蚪，这个换另一个人也可以做到，没有我，这个孩子也生不下来。现在你们一口一个是来看孩子的，那为什么上门来看孩子还是两手空空的？这就是你们家的家教吗？你们家现在不会已经落魄到连1罐奶粉都买不起了吧？说完我就不再搭理他们，按下呼叫铃，叫人把梁威和林翠生给赶出去。毕竟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同意离婚。被保安赶走时，林翠生气急败坏气地跳脚。他说迟早要我好看，那我就等着看看到时候结果出来，是他们好看还是我好看。自从上次不欢而散个后，我以为梁威和林翠生会酝酿什么大招来对付我，结果我一直都没有等到。在等到梁威、林翠生一家子有动作时，我已经做好月子，离开月子中心了。当我在家逗着已经被保姆喂饱了的宝宝时，我收到了来自法院的传票。林翠生和梁威竟然跑去法院起诉我，他们想要通过这个办法抢到孩子的抚养权。他们还像模像样的找了律师帮忙打这个官司。林翠生和梁威看上去对取得孩子的抚养权是势在必得的，但是我一点都不慌。我觉得林翠生和梁威就是个法盲，找到的律师可能也就是个半吊子。现在的法律可是规定了，在孕妇生产完1年内，作为丈夫的一方都是不能离婚的。而且就算真的要离婚，孩子不满2周岁，我又没有虐待孩子，那宝宝抚养权还是我的。但是现在我也正好借这个机会狠狠地扒掉梁威和林翠生一层皮。在我准备应诉的时候，我还找了其他人帮我去调查梁威。在怀孕之前，我就已经察觉到梁威有点不对劲了，他就像是在外面有了其他人。因为在1年前开始，梁威每天加班的时间变长了，周末出差的次数也变多，有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梁威身上还缭绕着掩盖不下去的刺鼻的香水味。我已经打算好离婚，但是偏偏在这个节点上发现我自己怀孕了，离婚的事情就暂时被我搁置下来了。原本我还打算，如果梁威同意好聚好散，那我之前给他家的一切好处还是能够给他们的。但是梁威偏偏不领情，要大家都撕破脸。梁威他不知道，在我们撕破脸之后，最后吃亏的也只能是他们。我找的人完成事情的效率很快，没几天就查出了我想要的东西。调查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，梁威果然是出轨了。梁威在我们结婚后的半年就和那个小三搅和在一起了，而且那个小三还和我前后脚一起怀孕了。想到我和其他人共用过一个男人，我就觉得反胃恶心。而且我找的那个人还查出来了，当初林翠生的确是在月子中心订了2套样的月子房，套订给了梁威他妹妹，而另一套就是准备订给那个小三的。按道理来说，林翠生这种人
是不会对一个小三那么好的。因为林翠生当初和梁威他爸离婚，也是因为小三插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是那个小三同意了林翠生的要求，他们一起去了一个无名小诊所，私下里查了孩子的性别，结果还真的给他们查出来，那个小三怀的是个男孩，终于有了一直想要的小孙孙。这个结果可把林翠生给高兴坏了。林翠生把我和那个小三一对比，更加是看我不顺眼，所以林翠生就更加喜欢那个小三了。林翠生还把那套月子房订给了小三，让他能好好坐月子。林翠生还对那个小三打了包票，说只要他把孩子生下来，那就让梁威立刻和我离婚，然后把他娶进门。结果那个小三的孩子生下来后，那个孩子竟然是个女孩。原来当初在检查的时候，是那个小三收买了那个帮测孩子性别的医生，为了就是想要母凭子贵，早早的上位。结果那个小三没想到，林翠生给他来了一出先生完孩子再结婚的戏码。听调查的人说，当时林翠生看到那个在襁褓里的小女孩的时候，脸当场就绿了。林翠生在病房里对那个小三大声说，他绝对不可能认这个孙女，更不可能让梁威娶她。梁威是个妈宝男，自然是选择乖乖的听从林翠生的话的。不仅如此，林翠生还立刻退了那套月子房，叫那个小三自己找地方去。那个小三就自己回了家。梁威也念在他们之间有过一段的份上，去看过那个小三几次。我看着收集起来的证据，更有信心了。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，那个一直和梁威在一起的小三，是梁威的高中同学，在之前就有过一段，后来是那个小三主动和梁威提出分手的。没想到兜兜转转，那个小三考上了公务员，在高中聚会上，他们两人又旧情复燃。公务员作为第三人插足别人的感情，这个被举报了，也够他失业了。开庭的日子很快就来了，梁威和林翠生坐在我对面，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，根本就没想到他们接下来会遭遇什么。庭审的过程很快，面对我提交上去的证据，梁威和林翠生还想反驳，但是根本找不到反驳的点。最后判决下来了，法官驳回了梁威和林翠生的诉讼请求，最后还判了我们离婚。林翠生听到这个判决后都要气疯了，当庭就大喊法官收了我们的黑钱。最后林翠生和梁威是被法警给拉下去的。在我出法庭时，我看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，是那个和梁威搅和在一起的小三林然。林然抱着他的女儿站在法院门口，看到我出来了就立刻冲上了。他趾高气昂地对我说，林一璇，你为什么还要缠着梁威不放？你为什么还不愿意和梁威离婚？做女人的做到像你这样，你贱不贱啊？笑死了！什么叫我缠着梁威不放？什么叫我做女的做得这么贱？难道他做第三者就很高尚了吗？我一脸不屑。首先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已经正式和梁威离婚了。其次，梁威那种我不要的垃圾，也就只有你把他捡回去当宝贝。还有，我倒是想问你，梁威和他妈都这样对你瞧不起你了，你还上赶着贴上去？你连自己的脸都不要了吗？林然被我戳中了他的痛点。你管这么多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给梁威生孩子了，你就该给我让位。梁威真正喜欢的人是我。我不知道林然这种迂腐的思想到底是怎么来的。林然考得上公务员，吃得了铁饭碗，那么他接受的教育肯定不错。但是现在的他就像是被晚清的裹脚布裹了小脑一样，满脑子都是腐朽的思想。
我只觉得她可恨又可悲。我看着她怀里的小婴儿，那个宝宝大冬天的全身上下就只有最外面裹着的那张薄薄的襁褓，冻得连嘴都发紫了。不知道在林然这样的人的抚养下，这个孩子后面又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很可能又是步他妈的旧路。我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然后一股大力的拉拽感从我身后传来，是刚刚被法警带走的林翠生和梁薇，他们终于被放出来了。林翠生一脸凶狠地说：“林一璇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以为法官收了你黑钱，帮你赢了这场官司，我就怕你了。你要是再不把我的宝贝孙子还给我，我有的是办法弄你。”林翠生能有什么本事？无非就是到我家一哭二闹三上吊。但是现在我已经提前告知了小区的物业，以后都不让他们一家人给进来，他这招也就没用了。但是我没想到，他们的确是有其他更脏的方法。不知道是谁把那天我和梁薇、林翠生还有那个小三争执的场面拍了10分，而且还发布到了网上。在视频里，我和林然身份颠倒，我成为了那个插足别人感情的小三，而林然是梁薇的苦命原配，林翠生是疼爱媳妇的好婆婆。在视频里，我想要母凭子贵，借机挤掉原配小三上位。视频里对我骂声一片，说我真的是不要脸，插足别人的感情，说我不得好死，还说我把孩子当作工具，孩子跟我生活肯定很痛苦，艾特了各大官方，要我把孩子的抚养权交给梁薇一家。所有的骂名都集中在了我身上，而出轨的梁薇跟隐形了一样，没有人提到过。所有的攻击都在我的身上。这个视频的热度还在节节攀升，快速升到了热点榜动人前列。当代吃瓜网友很给力，没多久就把我的身份信息都给扒出来了。我的手机瞬间涌入了许多谩骂的短信，他们还发投诉信到我的公司，要求他们开除我这个品格低下的人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我工作的公司就是我家开的。我爸被这个无中生有、颠倒黑白的视频气得涨红了脸，打电话给公司的公关和法务，让他们马上要解决这件事。我为那边的工作人员默哀了几秒。虽然现在的我在网上是骂声一片，但是我一点都不着急，因为我在等一个时机，等这件事的热度炒到最热门时，然后再添一把火。这个时机也没让我等多久，来得很快。在视频发布的第3天，我开了直播。我刚一开直播，就有很多吃瓜群众闻着味进来了。我的弹幕区一片骂声，乌烟瘴气的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什么招黑体质的大明星。那些骂我的人在弹幕区里蹦跶着说，小三还敢大张旗鼓地开直播。我真的是开了眼了，你家的地址我已经找到了，你等我给你寄花圈吧，小三，你快点把孩子的抚养权给男方，不然就你纸样的人，孩子只会被你养歪。我看着屏幕上一条条快速飘过的充满恶意的弹幕，心中毫无波澜。等下急速反转，我倒要看他们怎么办。等进来的人够多了，我拿出了可以锤死梁薇和林然的证据，我和梁薇的结婚证，还有法院的离婚判决书，然后我还带上了梁薇出轨林然的视频。没想到吧，你们一直在帮着的人，竟然才是真正的恶人。在这3天里，我还收集了之前梁薇的邻居们对林翠生的评价。林翠生这人啊，厉害的嘞，整天就会跟别人骂街。林翠生他一向看不惯他儿媳，总是针对他儿媳。他儿媳也是倒了8辈子的霉，才摊上这种婆婆。幸好最近听说他儿媳已经和他儿子离婚了，也算是脱离苦海了。
林翠生他儿子也不是个什么好人，靠着媳妇找到工作，结果还以为自己多有本事，嫌弃自己的媳妇。林翠生这人还重男轻女，明明都是女的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在数十条对梁威和林翠生的评价中，完全找不到一条好评。现在屏幕上的弹幕从对我的谩骂转变成了一堆卧槽，原来是想要软饭硬吃啊，也不怕自己牙口不好崩掉了牙。这个婆婆也是个极品了，大清早亡了还重男轻女。在直播的最后，我再放出了一条消息，发布之前的污蔑视频的人和之前对我发过辱骂短信的人，我已经准备好了律师函，到时候我们法庭见。对了，法盲们不要以为不签收律师函就可以不开庭了，你不想被网上公告丢脸，那你就尽管试试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立刻退出直播。我已经查到了是谁发布的这条视频，是梁怀，而且我的个人信息也是他们散布出去的。他们一家倒是想得好，想要用网络暴力让我妥协，把孩子的抚养权交给他们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曾经我经历过的网络暴力，现在他们也要经历一次了。当代网友真的很给力，直播结束没多久，就把梁威一家的信息扒得什么都不剩了。而且他们还发现，那个在视频里看似柔弱的林然，竟然是体制内人员，一个公务员，知三当三，这个料就够网友们吃一壶的了。而且之前梁威的邻居们的评价也被录了下来，现在在各大平台上转载。现在网络上的风评立刻就反转了，网友们开始同情我被这么一家人给缠上。而之前对我谩骂过的网友，现在都在我的账号下留言道歉。他们说之前是被误导了，希望我不要跟他们一般计较，不要给他们发律师函。还有的网友开始催促我快点给他们发律师函，他们想要快点上法庭，然后给我道歉。我看着网友们的留言，心中一片暖意。之前被网暴的时候，我其实是很伤心的，但是现在网友们的支持和理解让我倍感欣慰。而另一边的梁威一家现在就没有那么好过了，他们现在就像是过街老鼠一样，人人喊打。他们只要一出门，就会被周围的人给指指点点，而且他们的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都被曝光了。现在他们的手机就像是热线电话一样，响个不停，都是一些正义感爆棚的网友打过来骂他们的。他们现在就连手机都不敢开了，而且那个视频的影响实在是太恶劣了。现在梁威和林然都被他们单位给停职了，特别是林然，他作为一个公务员，还知三当三，现在直接被单位给开除了。而那个视频的始作俑者梁怀也被警察给带走了，因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梁怀造谣污蔑我，现在已经被我给告了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。后来我听说梁威和林然承受不住网络暴力的压力，双双抑郁了。而那个一向强势的林翠生也被这场网络风波给打击得瘫倒在床。他们一家人现在就像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但是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如果他们当初没有想要用网络暴力来逼迫我，也不会有现在的下场。这场风波过后，我的生活也恢复了平静，我开始了新的生活，带着我的宝宝开始了新的旅程。而且经过这件事，我也看清了一些人的真面目。那些在我被网暴时没有选择站出来为我说话的所谓的朋友，我也看清了他们的为人，我选择了和他们疏远。而那些一直陪在我身边支持我鼓励我的朋友，我也更加珍惜他们了。这场风波
让我看清了谁才是真正值得我深交的朋友。而且，我也因为这场风波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，他们一直都在默默地支持我、鼓励我。他们的支持也让我更加有动力去面对未来的生活。后来，我还开了一个账号，专门分享我和宝宝的日常生活。我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，单亲妈妈也可以把宝宝养得很好。而且，我也想要用我的经历去鼓励更多的单亲妈妈，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。现在，我的生活已经恢复了正常。我每天都在努力的生活，努力的工作，给宝宝一个更好的未来。而且，我也开始慢慢的接受新的感情。我知道，我不能一直活在过去的阴影里，我要为了宝宝，为了我自己，勇敢地向前走。这场风波过后，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，更加珍惜身边的人。我也明白了网络暴力的可怕，所以我呼吁大家不要盲目跟风，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言论，更不要去网暴他人，因为网络暴力真的会毁了一个人。同时，我也感谢那些一直支持我、关心我的人，是你们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努力，让自己和宝宝过上更好的生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，宝宝的成长也给了我无尽的快乐。每天看着他那纯真的笑容，所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。而那个曾经给我带来无尽痛苦的男人和他的家庭，也已经被我彻底抛在了脑后。然而，就在我逐渐淡忘那段过去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电话打破了这份平静。电话那头传来了梁薇的声音，她的语气充满了疲惫和无奈。林依璇，我知道我们过去对你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，但是现在我妈和林然都病了，我实在是撑不住了，你能不能……没等她说完，我就已经挂断了电话。虽然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同情，但是我无法忘记他们曾经对我造成的伤害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抱紧了怀中的宝宝，心中充满了坚定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保护好自己和宝宝，不再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宝宝也逐渐长大，他学会了走路、说话，每天都给我带来无尽的惊喜。而我的生活也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信的内容让我大吃一惊。原来是梁薇写来的道歉信。他在信中表达了对我深深的歉意，承认了他们过去的错误，并希望我能够原谅他们。他还告诉我，他的母亲和林然都已经去世了，他现在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，每天都在反思过去的错误。看着这封信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虽然我对他们的过去无法释怀，但是看到他们现在的遭遇，我也不禁感到唏嘘不已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把信折成纸飞机，飞向了远方。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吧。我继续前行在我的人生道路上，带着宝宝迎接每一个新的挑战和机遇，而那些过去的伤痛和仇恨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淡去。我知道，只有放下过去，才能更好地拥抱未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